即日起撤銷所有住宅物業需求管理措施。有人入市，有人蝕讓，樓價究竟何去何從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olly。預算案出咗之後啦，沙田第一城多咗成交，不過咧都仲有啲蝕讓出現啦。所以我哋今日咧都落到嚟同大家睇兩個方盤，一個咧就係2房，一個就係3房。順便了解下呢一個屋苑最新嘅樓價走勢。大家有咩睇法都可以留言講下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另外啦，都提大家記得 subscribe 入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由財政預算案喺2月28號宣佈以嚟，去到截稿之前嘅3月8號，沙田第一城喺過去10日已經錄到大約21宗成交，超越咗2月份成個月17宗嘅交投量。今集參觀嘅其中一個放盤，亦都係節目播出之前賣出。事實上，沙田第一城嘅樓價由2021年嘅高位計，已經回落咗30%，甚至多過大市同期2成3嘅跌幅。不過3月份嘅平均尺價暫時都係做緊12700幾蚊，只係比2月份微升1%，未見到有大幅回升。部分業主甚至要蝕讓沽貨，好似40座一個細單位，原業主以576萬買入，揸咗得2年，近日以422萬賣出，帳面蝕超過105萬。就算揸耐啲，都一樣要蝕。另一間8座細單位，近日以438萬賣出，以原業主大約8年前嘅買入價計，帳面要蝕大約19萬。見到呢幾日都多咗成交，咁反價嘅幅度都有喺度嘅，咁大概 around 係3至5% 度啦。但係暫時都冇咩成功反價成交嘅案例。我諗嚟緊個市場都係 around 喺3% 內，因為始終二手有一紮貨啦，一手都有一紮貨尾喺度。咁所以咧，要佢等佢個二手市場個反價情況咧，我諗冇咁快會出現到。就好似同區嘅火炭星海提案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。發展商之前劈價超過30%賣貨尾，食住撤辣嘅消息，過去10日隨即賣咗86間，成個盤1335伙，仲有大約300伙未賣。今日又會再賣多128間，一手貨尾同二手業主直接搶客，亦都限制咗樓價嘅升幅。作為新界東最大規模嘅指標屋苑，沙田第一城一共有52座，提供超過1萬伙，涵蓋2房到3房間隔，由4大發展商包括恒地、新世界、新地同長實合作發展，喺1981到1987年期間落成，樓齡介乎37到43年。就算係最新一期都超過30年，所以屋苑之前都做過大維修，好似翻新大堂、外牆等等。舊年開始，部分座數又再強制驗樓，保養責任值得關注。住戶每個月除咗要俾管理費之外，仲要俾資本性基金供款嚟到應付一啲非恆常性嘅維修項目。就好似整外牆紙皮石、喉管等等。以最細一款單位做例子，每個月要俾大概80蚊。維修保養之外，另一點要留意嘅係按揭年期。雖然而家最舊一期大約係43年，以一般銀行75年減樓齡咁計，都仲可以做到最長30年嘅還款年期。不過隨住屋苑樓齡越嚟越大，尤其是係過咗45年之後，就有機會影響到下手買家嘅按揭年期。第時想賣翻出去嘅話，或者會削弱放盤嘅競爭力。沙田第一城有6成單位都係2房戶型，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4到327尺，主要分2種開則。咁就一隻咧就有窗台嘅，咁就係284嗰隻積嚟嘅。咁另外嚟講咧就327尺咧嗰隻就冇窗台嘅。咁主要分別嚟講就話咧個房間咧，如果冇窗台會大啲嘅。咁同埋個廚房會大少少，咁而有窗台咧，房間同廚房都略為細少少。如果300幾尺2房同埋200幾尺2房嘅樓價咧，大概相差5至8% 度啦。今集睇嘅第一個放盤，正係327尺嘅2房即王，業主原先開價450萬，節目播出之前已經賣咗啦，作價大約412萬，圍翻每一尺12600幾蚊。睇樓之後再同大家分析樓價。
一入屋已經見到有簡單裝修，不過就舊式一啲。新業主如果買嚟自住嘅話，估計都要使錢再整過。327尺劃出2房間隔，眼鏡房係其中一款比較慳位嘅開則。成間屋雖然冇走廊位，咁但係2間房連埋廚房、廁所同大門口等等，形成5門歸心嘅格局。成個廳都比較少完整嘅牆身，擺家私嗰陣就要花多啲心思啦。咁嚟到客廳啦，見到呢邊牆身咧已經預留咗一個天線嘅接駁位啦。咁所以如果呢邊擺電視機嘅話咧，咁呢邊咧就順理成章就係擺張梳化。咁然後再行前啲咧就可以擺張餐台仔啦。咁因為佢對面咧就係廚房，咁就可以方便出菜啦。不過咁擺嘅話，睇電視嗰陣就會見到個廁所。唔想咁樣嘅話，亦都可以將餐台擺喺窗前面，咁然後梳化至中嚟到分隔客飯兩廳。門口側邊嘅牆身就可以用嚟擺電視機櫃。單位冇窗台，向西南方，因為我哋而家身處嘅座數喺第2期最單邊嘅位置，望出去嘅話會見到圓洲角嗰邊嘅綠化地帶。咁比起一般2房，望樓景同街景都嚟得開揚。不過就同時對正沙田路，會受到車聲嘅影響。咁嚟到其中一間房啦，房門咧就係靠邊開啦。咁如果唔想遮有隻窗嘅話咧，比較理想嘅家私擺位就係將張床打橫靠呢一邊擺，咁由衣櫃咧就係靠住呢一邊牆身去擺。房間開則是正，咁就算唔訂做家私，只要度清楚尺寸，買現成嘅都得。呢間房座向東南方，同客廳唔同，過嚟睇下望到啲乜嘢？以其他座數嘅樓景為主，同時望到平台、水池等等。轉過去另一間房參觀下啦，開則同樣是正，夠位擺床同衣櫃。咁雖然2間房個面積咧都差唔多大，咁但係咧因為呢一間房個座向咧同客廳一樣，咁即係話咧佢都可以望到少少山景，個景觀上咧相對比隔離嗰間房咧就會開揚一啲，所以如果係我嘅話咧就會揀呢一間做主人房啦。睇完寢區，再過嚟廁所參觀下，有窗通風，有齊企缸、坐廁同洗手盆。不過而家嘅裝修就比較年代感，重新整過嘅話，除咗可以用翻啲新少少嘅設計，亦都可以提升儲物量。咁廁所而家嘅裝修咧都係比較舊式一啲啦。咁如果買家咧都係諗住重新整過嘅話咧，咁我自己就覺得啦，可以增加翻多啲嘅收納空間。咁例如啦，就喺洗手盆下邊咧做一個儲物櫃啦，同埋上面咧都可以整翻個鏡櫃。咁最後睇埋廚房啦，上下兩邊嘅櫥櫃提供到一定嘅收納容量。咁就算跟翻而家嘅佈局再整過，工作台面夠擺雙爐頭之餘，都仲有備餐空間剩。而呢一點都正正係284同327尺嘅2房單位分別之一。咁睇翻我哋嘅28House 網站，284尺嘅2房廚房，大部分都只係做到一字形嘅工作台面。以一個2房單位嚟講啦，呢個廚房嘅空間咧都算係合理㗎。咁做到個 L 字形嘅工作台面之外啦，咁呢邊咧其實都預留咗位置啦，可以擺埋洗衣機同埋雪櫃㗎。原業主喺97年以大約217萬買入單位，咁之前都租過出去，而家以大概412萬賣出。咁雖然買入嗰陣都係樓市高位，但係持貨長達27年之後嘅今日，咁就算近期樓價下跌，轉手帳面仍然獲利大約195萬，或者9%，跑贏大市同期7%嘅升幅。事實上，單位喺3月先至放賣，普遍銀行對單位嘅估價介乎416到425萬，而最終嘅成交價甚至略低過估價。咁見到設立之後成功出線嘅單位造價仍然保守。咁假設新業主買嚟自住，借盡90%按揭，每個月要供大概18000蚊到，喺唔使壓差嘅情況之下，月入要求大概36000蚊。買嚟收租嘅話，參考近期同類單位市值月租大概15000蚊，扣埋管理費咁計，推算租金回報率可以去到4厘，略高過同類單位大概3.3厘嘅水平。相比起2房單位，沙田第一城嘅3房開則就更加多元化。咁如果3房嘅話咧，就會分咗3房一次啦，同埋3房一套嘅。咁如果3房一次嚟講，集中就喺大概 around 400零尺至到去600零尺嘅單位。咁而700尺打上咧，就一般都係會係3房一套。咁如果800幾尺嚟講咧，甚至嚟講佢就會有埋個露台添。如果入場3房單位，而家大概挨住600萬度啦，
嚇。咁如果上一級去到600零700尺嗰啲咧，大概嚟講而家都要700萬或以上。咁如果800尺嗰啲嚟講咧，就會係去到過1000㗎而家。咁代理話最細一款嘅3房單位就最受歡迎啦，因為冧心唔大，但係又做到3房間隔。咁今集睇嘅放盤都係呢一款開則，實用面積451尺，業主開價650萬，咁圍返每一尺14400幾蚊。451尺嚟講，而家啲新樓只會劃出2房間隔，咁就算間到3間房，客廳同睡房嘅面積都會大幅度咁樣縮減，呢一度又會唔會咁呢？咁先睇客廳啦，超過100尺，空間闊落，唔單止可以擺晒基本家私，有需要嘅話，仲有位可以訂做儲物櫃。嗱，通去寢區嘅呢條走廊啦，咁啊正正咧可以我哋區分出客廳、飯廳2個區域啦。咁客廳呢一邊啦，考慮到呢邊牆身比較短啦，同埋咧如果坐喺呢一度咧望出去嘅話咧，就會係見到對面屋啦。咁所以咧呢一邊咧就建議翻可以擺電視機會適合一啲。咁而梳化咧就可以擺呢一邊。咁嚟到飯廳呢一度咧就可以夠位啦，擺到一張4至到6人餐台。咁如果有需要係多啲儲物量啊，或者想做鞋櫃嘅話咧，就可以喺門口隔離嘅呢邊牆身去做翻。不過相比起新樓嚟講，二手樓嘅樓底始終矮啲，咁呢一度得大概8尺幾，想裝吊燈嘅話就未必合適啦。咁客廳冇窗台，隻窗都冇做到底，家私可以貼住牆身嚟擺，用盡每寸空間。單位向南，外望屋苑樓景為主，咁亦都可以喺樓群之間望到馬鐵線。景觀方面唔算開揚，咁而且都比較近隔離屋，着重私隱嘅朋友可能都要落翻窗簾啦。喺大門口隔離就係廚房啦，入嚟參觀下，係緊廚設計，可以明火煮食。不過而家嘅裝修就比較啱擺座台式爐頭。如果新買家想轉用嵌入式嘅話，亦都可以參考而家嘅佈局，重新整過晒呢度啲工作台面。廚房嘅空間啦都有翻咁上下㗎，咁見到啦，除咗呢邊嘅工作台面之外啦，咁呢一度咧都仲有一個備餐空間。咁我自己就覺得啦，呢一度就最啱咧，可能擺一啲電飯煲啊或者咖啡機嘅呢一啲其他嘅廚房家電啦。整體收納空間都相當之充裕。咁除咗下面嘅櫥櫃之外，上面嘅地方都冇嘥到，有一組曲尺型嘅櫥櫃。出返嚟個廳度啦，3間房雖然由走廊貫穿，但係其中2間斜對角咁擺，所以走廊都唔會太長，變相可以留返啲位喺睡房同客廳。咁嚟到近廳房啦，咁雖然係一間客房啦，但係你見到呢度嘅空間咧都算係幾闊落㗎。咁業主而家咧做咗張單人床啦，同埋做咗組衣櫃之後啦，都仲有唔少走動空間。咁如果係我嘅話咧，就喺一度啦做翻一啲窗台家私啊，咁就做翻一個書台嘅位置。呢間房同客廳同向，有轉角窗台，雖然都係望樓景為主，但就會望到多啲樓下嘅籃球場，感覺比客廳嘅開揚。轉過嚟另一間房參觀下啦，開即市正，就算唔利用窗台，都可以容納晒基本家私。咁嚟到走廊盡頭嘅呢間房啦，見到空間都幾闊落㗎，而且開即市正。咁估計啦，擺完床同埋衣櫃之後咧，都仲有位咧可以擺到一張書台仔，咁啱晒啦啲有小朋友嘅家庭啦。曲尺型嘅窗台設計有助引入更多光線，咁望出去嘅景觀同隔離嗰間都差唔多。睇埋最後一間房啦，同樣係最大一間，相信擺完雙人床之後，都仲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而呢間房嘅景觀亦都係全屋最靚。3間房入邊啦，就係得呢一間咧就冇窗台，而且咧佢嘅坐向同頭先嗰2間房都有啲唔同㗎，可以望到河景。咁如果係對景觀有追求嘅買家啦，就可以考慮用呢一間房做主人房啦。呢間房向東，可以見到城門河以至到係球場一帶，有沙田第一城最優質嘅景觀。只不過啲窗嘅面積就比另外2間房細啲，採光度就會遜色一啲。最後睇埋浴室，有窗通風，採用企缸設計，上面都裝咗晾衣杆，可以喺度晾衫。而家嘅收納量主要嚟自上面嘅儲物櫃同埋下面嘅洗手盆櫃。重新整過嘅話，可以利用座廁上面嘅地方安裝層架，再增加收納量。業主喺91年買入單位，當時嘅樓價只係155萬，所以如果成功以650萬賣出，雖然少過大市同期4倍嘅升幅，但係都仲可以大賺495萬，或者超過3倍。
不過睇返市價，業主最終嘅賺幅或者會再少啲，因為普遍銀行對單位估價只係估到550到557萬，同開價都差咗一球。咁至於近期造價方面，根據我哋嘅28House 網站顯示，同類單位一般造價都唔會過600萬，咁業主可能都要調整下叫價，先至可以加強放盤嘅競爭力。咁若果以650萬嘅樓價計，借盡90%按揭買入單位，每個月要供大概28,300幾蚊，月入要有56,700蚊到。買嚟收租嘅話，以市值月租大概18000蚊，扣埋管理費咁計，估計租金回報率有大約3厘，同大市水平差唔多。沙田第一城規模龐大，屋苑自己有商場，又鄰近第一城馬鐵站，就好似一個小社區咁樣，可以自給自足。屋苑雖然冇會所，但就有唔少康體設施，包括室外泳池、籃球場、網球場等等。以今集嘅兩房放盤做例子，每個月嘅管理費大概900零蚊。另外亦都有停車場，迎合揸車人士嘅需要。而家市場上面租盤賣盤都有供應，月租大概2300蚊，售價大概90萬一個。屋苑景觀以樓景內園為主，不過同時有少量單位可以望到城門河，以至到去球場嗰邊，係屋苑最優質嘅景觀。呢一類單位以3房戶型為主，大部分分佈喺屋苑嘅外圍座數，包括第一期第1到6座、13、14座，第二期嘅15座，第6期24到26座，第5期嘅27到28座。除咗河景單位之外，鄰近第一城馬鐵站嘅單位一樣比較受到歡迎。如果經馬鐵線嘅話，搭3個站就可以轉乘東鐵線。由第一城站出發，過海去金鐘嘅話，大約半個鐘到。部分第5期同第4期嘅單位就最近馬鐵站嘅出口啦。如果唔想轉線，除咗鐵路之外，屋苑入邊都有過海巴士，可以一程車到中環，方便要過海返工嘅住戶。就算平時要去九龍新界其他地區，都有多條巴士路線可以揀。沙田第一城嘅內外圍都有巴士站，大部分嘅路線集中喺屋苑嘅中心點，各期住戶都享用得到。而置富第一城嘅2座商場同樣坐落喺中間位置。入邊有各式連鎖餐廳，亦都有賣日用品嘅鋪頭，可以滿足到日常生活所需。屋苑同時有街市，有賣唔同種類嘅鮮活食材，就算想自己煮嘢食都冇問題。大家對今集放盤啦，又或者後市有咩睇法，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㗎，有機會獲得解飛禮券。最後啦，如果你好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。